Hello， 欢迎来到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应用 Mind Map 提升考试记忆力的温习笔记术这本书。书里面有一个方法，我觉得真的有机会可以改变孩子的学习方式哦。我们先从一个场景开始聊起好了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，看着孩子每天花好多时间念书做笔记，笔记本写得满满的，字也写得很漂亮，但你心里总是有个小小的声音在问，这样真的有记进去吗？考试的时候真的想得起来吗？在今天的分享里，我会把书里面的观念，还有我自己的实践经验，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带你走过这几个部分。首先，我们会先来看看传统的笔记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，再来就是介绍心智图这个解法。然后我第一次带孩子画心智图的故事，接着会给你一套很完整的7个步骤的记忆法，最后当然会给你一个这礼拜就可以马上开始的温和练习。对了，也别忘了看到最后哦，我准备了一个很重要、很温柔的提醒要给你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来聊聊第一个部分，笔记的困境。为什么常常孩子写得越多，好像反而记得越少呢？这个问题的核心到底在哪里？这真的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，对吧？有时候孩子翻开笔记本，上面的字内容他都觉得好熟悉，好像都看过。但你只要请他用自己的话说一次，他就好像又讲不太出来。其实这就是一种被动式的熟悉感。所以我想请你花个几秒钟想一下这个问题，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观察。你觉得你家孩子现在做笔记的方式，究竟是真的在帮助记忆，还是比较像在抄写内容呢？我相信等一下我们聊完，你心里会有个更清楚的答案。所以啦，如果传统笔记行不通，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？当然有，这就是心智图要登场的地方了。它的核心精神其实就是顺着我们大脑天生的记忆方式走，而不是跟它硬碰硬。书里面作者其实一直强调一件事，心智图的本质，它不只是画画而已哦，它是一个工具，一个为了帮助我们大脑运作而设计的工具。它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让资讯变得好懂、好存，而且要用的时候也很好拿出来。我们的大脑在记东西的时候，其实都会经过这3个关键步骤。第一步是编码，就是说大脑要先把新东西转成它看得懂的格式。第二步是储存，要有系统地把它放好。最后一步是提取，也就是需要的时候要怎么把它找回来。那心智图的厉害之处就是它的设计刚好可以把这3个步骤都照顾得很好。好，理论讲完了，我们来点实际的吧。现在我想用我自己的经验来分享我是怎么开始这趟旅程的。当初我带着孩子开始的时候，我没有一开始就拿出课本说来，我们来画国语课本的心智图。哇，那压力太大了。我的做法是从一个孩子已经很熟，甚至非常喜欢的故事开始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我们把学习新知识的压力先拿掉，让孩子可以很单纯地专心练习整理资讯这个技巧就好。比方说我们就拿那个大家都很熟的小红帽来试试看。我们不是要他背故事哦，而是用5WEH 的方法来问他，就像画面中这样。故事里有谁在哪里发生的？大野狼为什么要骗人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？我们学到了什么教训？你看，只是透过几个简单的问题，整个过程就从被动的听故事变成了一场主动的资讯整理练习。接下来这个地方很重要哦，可以说是作者提出来的一个颠覆传统想法的关键。很多刚开始学的人都会卡在这里。以前我们学心智图都说只能用关键字，对吧？比如说欺骗这2个字。但作者发现，对孩子来说，单一个词汇其实太抽象了，很难触发完整的记忆。所以作者给了一个听起来违反直觉，但却非常有效的建议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请用提示句来代替关键字。就像这里写的，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回忆。这件事
远比遵守字数要少这个规则来得重要太多了。OK， 当孩子慢慢习惯用故事来练习，觉得有信心了，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步，也就是书里面这套更完整、更有系统的步骤了。这张图把整个流程讲得蛮清楚的。第一步，把主题放在正中间；第二步，用课本标题或是 5W1H 找出主要的大方向，当作主干；第三步，从主干长出分支，写下我们刚刚讲的提示句，而且最好一个分支用一个颜色；第四步，加一些简单的图案或符号，帮助大脑连接；第五步，控制好范围，一张图专心谈好一个概念就好；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把它讲出来。没错，就是这一步，输出。这张图影片把重点都说出来了，看着你画好的心智图，然后用自己的话把内容完整的说一遍，这才是真正检验你到底记住了没有的试金石。如果你能很顺畅的讲出来，那才代表你真的记住了。等到孩子已经可以很顺畅地看着图，把整个故事或概念讲出来之后，这个时候我们才来做第7步，也就是进阶的简化练习。这时我们才回过头，试着把那些长长的提示句浓缩回几个真正有力量的关键字，这个从长变短的过程才能真正地深化理解。哇，我们今天聊了蛮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把焦点收回来，看看这礼拜你可以跟孩子一起动手做些什么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吗？我要给你一个很温柔的提醒，请你一定要记得，这是一个练习，它不是一场考试，所以对自己、对孩子都温柔一点。我们的目标是进步，不是第一次就要做到完美。所以这礼拜的练习邀请很简单，你可以选一个孩子喜欢的故事，或者也可以选一个学校课本的单元，然后用我们今天提到的 5W1H 架构陪他一起完成一张心智图，把规模缩小，让过程好玩一点，专注在享受整理的乐趣，这样就够了。真的很谢谢你愿意花时间看到这里，我也很期待可以在留言区看到你跟孩子练习之后的心得或故事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温和可以实践的学习练习，也欢迎你订阅 N 亲子书房练习曲，加入我们这个温暖的小社群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